美军侦察机飞赴俄西北核基地，美陆军士兵被捕，主动向俄泄露 M1A2 机密文件。俄后勤枢纽接连遇袭，汽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经济困境，俄2025年 GDP 零增长。29000名乌军重返战争，苏联二战大炮前线作战。波兰新总统上任，援乌政策或将发生改变。西班牙搁置采购 F-35，波兰将重返坦克制造国俱乐部。美乌无人机合作计划已敲定，美军暗鹰首次部署国外。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最近有个相当劲爆的消息，美军出动核嗅探机在俄罗斯西北核基地飞行了14个小时，这是要做什么？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俄罗斯退出中导条约后，美军 WC-135R 抵达俄罗斯西北部核基地附近。根据报道，这架侦察机从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沿挪威西海岸向北飞行，在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地区以北新地岛群岛以西的巴伦支海上空盘旋，飞行14小时后才返回英国。WC-135R 是美军核侦察机，可以实时探测大气中的核爆放射性云团。该机探测地点正好是俄罗斯北方舰队驻地，在核武体系中有很大的作用。报道称，美英近期多次派遣侦察机飞进摩尔曼斯克地区。有分析人士表示，这预示着俄罗斯将很快在新地岛的发射场进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实验。在冷战时期，美苏全靠中导条约维持和平。乌俄战争打响后，美俄都在东欧地区部署远程导弹，比如美国计划在德国部署战斧与高超音速导弹。俄罗斯这边则表示，量产针数导弹已交付部队，将部署在白俄罗斯。虽说针数导弹试射失败了很多次，但万一成功了呢？欧洲也不会去赌这枪里有没有子弹。虽然双方都声称这是防御性部署，但局势却愈发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核侦察机飞抵俄西北核基地，霍立军也能理解。美国那边又出现了泄密事件，一名美国士兵主动向俄罗斯泄露 M1 坦克的机密，目前已经被拘留。CNN 与美国司法部指出，美国陆军士兵泰勒·亚当里试图将 M1A2 的敏感情报泄露给俄罗斯政府，违反间谍法以及武器出口管制法，现在已经被逮捕。根据报道，李是一名美国陆军现役军人，驻扎在德州布里斯堡，拥有最高机密与敏感信息的安全权限。从5月份开始，就利用美军士兵的身份，向俄罗斯国防部传送美国国防信息。报道中提到，在2025年6月，李曾在线传送 M1A2 的受管制技术资料，并表示愿意协助俄罗斯。在7月份，又向一名俄罗斯间谍提供机密，将一件看起来像坦克设备的东西运送到了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一个仓库，之后向此人发送消息，任务完成。这些文件中有多份受控非机密文件，于是李就被逮捕了。不过，火力军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人为什么要泄露美国的机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结果显示，李的目标是拥有俄罗斯公民身份，实在是太抽象了。乌俄战场之上，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已经对俄罗斯造成重大损失，这或许就是普京想要空中停火的原因。首先就是罗斯托夫州该地区的塔钦斯卡亚火车站再次遭遇袭击。该火车站距离乌俄边境约100公里，属于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后勤枢纽，用来运输石油产品与粮食。基辅独立报报道，袭击发生时出现了5到7次爆炸，车站附近发生火灾，这已经是乌军连续2次袭击该地区。罗斯托夫州与乌克兰亚速海接壤，是俄罗斯军事后勤的重要过境走廊。乌军袭击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可以大幅削弱莫斯科的供应链和战争能力。其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也遭遇乌军无人机袭击，苏罗维基诺镇的火车站燃起大火。与塔钦斯卡亚火车站一样，该火车站也是俄后勤枢纽，用于向乌俄战场运输军用货物。该地区遇袭时，伏尔加格勒机场实施了临时飞行限制。最近几周，乌军的袭击目标似乎变成了俄罗斯靠近边境的火车站。与袭击燃油厂相比，这种方式对前线的影响更大。俄罗斯的后勤本来就烂，后方的运输枢纽还被炸了。当然，炼油厂自然也不会放过。基辅独立报报道，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乌军袭击了阿菲普斯基炼油厂，这是俄军柴油和航空煤油的战略后勤枢纽。
每年加工625万吨石油。乌俄战争以来，该炼油厂多次成为攻击目标。在本次袭击中，整个晚上都听到了爆炸声，炼油厂着火，全部损失现在尚不清楚。俄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也传来爆炸声。2024年，在乌军无人机、无人艇的打击下，黑海舰队逃离黑海，并驻扎在新罗西斯克。从这个时候开始，俄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工业设施就成了乌军的重点打击目标。也可以说，自从乌俄双方展开无人机对攻之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就成了乌军的重点照顾对象。对于俄罗斯来说，该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对其在南部和黑海上空的空中行动很重要。因为乌军无人机频繁打击俄炼油厂，俄罗斯汽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生意人报报道，圣彼得堡国际商品交易所的 AI95 汽油价格达到了每吨946.6美元。为了降低价格，俄罗斯实施了汽油出口禁令。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是乌军在8月初的袭击。当时乌军空袭了良赞州的一家炼油厂，其每天处理4万吨俄罗斯原油，维修可能需要1到6个月。除了乌军无人机袭击，欧盟为俄罗斯规划的石油价格上限也即将开始实施。根据欧洲真理报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阿里安娜·波德斯塔表示，将从9月3日开始对俄罗斯石油实施新的动态上限，作为其对俄罗斯第18轮制裁的一部分。这次制裁的目的就是将俄罗斯石油出口的价格从每桶60美元减少至每桶47.6美元。英国也参与了进来，这将严重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随着制裁收紧，俄罗斯的财政持续恶化，7月份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同比下降30%，这是连续第3个月下降。为了扩大市场，俄罗斯开始向越南出口石油。2025年6月份，一艘俄罗斯油轮在波罗的海的维索茨克港装载了6万吨石油，并于8月3日在越南庆和省的一个码头卸下了27000吨左右的石油，其余的则运往大连港。这是2023年欧盟制裁开始以来，俄罗斯首次向越南出口石油。在此之前，俄罗斯仅在2015年向越南炼油厂输送过1次原油。失去欧洲市场后，俄罗斯只能寻找亚洲新市场。只不过，俄罗斯的经济表明这都无济于事。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加上粮食短缺、通货膨胀，俄罗斯的经济开始苏联式，存在崩溃的风险。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中央银行大幅下调了经济前景，预计到2025年年底，俄罗斯 GDP 可能实现零增长。根据央行内部预测，包括建筑、贸易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都出现了商业活动恶化的情况。一方面是劳动力短缺，毕竟俄罗斯每天都在拉壮丁上战场，都已经考虑引入印度劳工了，这主要会影响建筑行业。另一方面则是国内需要疲软和出口下降，没有那么多的订单。俄罗斯最大的造船国有企业都在裁员。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联合造船公司的雷宾斯克三角旗造船厂由于缺乏订单，该工厂正在裁员，至少有33人被通知解雇。这是俄罗斯最大的造船国有企业。国内经济不行，石油出口也遭遇制裁，收入大幅度下降。接下来或许还有2级制裁，收入将进一步下降。此前有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俄罗斯经济预计2025年仅增长0.9%，现在来看还是高估俄罗斯了。除此之外，俄罗斯还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基辅独立报报道，粮食短缺即将到来，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存在苏联式经济崩溃的风险。目前，俄罗斯正准备限制主食的价格，80%至90%的粮食生产将通过长期合同，以固定价格或在政府规定的价格范围内出售。大概率会引发短缺、排长队以及民众不满的问题。在俄罗斯看来，这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必要步骤。但排队买粮食这种场景，火力军感觉很熟悉，苏联时期也是这样的。价格控制政策也就意味着俄罗斯从市场机制转向官僚监督。苏联时代的经济问题或许会在俄罗斯重现。商品经济是任何社会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苏联准国家化体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机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长久以来必定会出现问题。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商人，发现国家要调整产品价格，如果以这个数字出手，自己就遭受损失，国家也不会补贴，结果会怎样？很明显，之后这个产品就会消失。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报道，俄罗斯的粮食短缺即将到来。战场之上，2.9万名乌克兰士兵重返战场，苏联2战大炮重现。
根据媒体的报道，这2.9万名士兵属于擅离职守，现在又重返服役。乌俄战争开始后，乌克兰制定了一个军人返乡简化机制法，为那些犯下战争罪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在简化的程序下继续服役，并享有与其他士兵一样的待遇。在2025年3月，就有2.1万名士兵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离开部队，之后又重返战场。在那之后的4个月中，又有8000名士兵重新服役。前线方向，俄军士兵开始使用苏联时期的2战大炮。根据观察，俄军将57毫米口径的 S-60高射炮加装在一架民用卡车上，士兵就坐在炮后面，没有一点防护措施，就是一辆敞篷车。按照俄军的想法，这种敞篷车是用来保护阵地免受无人机威胁。不过 S-60设计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重量超过 4.5 吨，后坐力很大，会破坏卡车的稳定性。又没有雷达或自动瞄准辅助， S-60无法瞄准无人机，没有一点作用，只有图个心理安慰。加上没有任何防护，实际就是一个自杀式敞篷卡车。战场之外，白俄罗斯要在乌白边境组建新的特种作战部队。白俄罗斯武装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司令瓦迪姆·杰尼先表示，特种作战部队内正在组建一个新的空降突击旅，其中一个营已经成立，并编入了一个防空导弹团，接下来将组建一个火箭炮团。首批俄罗斯军队也已经抵达白俄罗斯，参加扎帕德2025联合军演。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军事人员正处于准备的最后阶段，9月份开始正式演习。白俄双方每2年都会进行一次扎帕德演习，在双方境内交替进行。一般情况下，双方会演练联合防御和进攻行动。不过乌克兰还是要小心。虽然白俄罗斯明白这次演习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但俄罗斯很可能会以白俄罗斯为跳板进攻乌克兰，这事儿普京干过。作为回应，波兰将于9月份进行钢铁卫士演习，有一些北约国家参加。除此之外，波兰还将 K2 部署至加里宁格勒附近，增援波兰第15扎维萨克机械化旅。该旅位于苏瓦乌基走廊，如果冲突升级，该地区可能会成为关键战场。K2 的到来可以大幅度提升战力，保证北约东翼的安全。波兰虽然在对抗俄罗斯依旧不含糊，但是随着总统更换，在原问题上或许有不一样的做法。波兰保守派历史学家卡罗尔·纳罗基在6月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目前已经成为波兰新总统，接替安杰伊·杜达。后者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而纳罗基却不是。在就职演说中，纳罗基重申了波兰对欧盟的承诺，但强调了国家主权，表示波兰是欧盟的成员国，但它不会成为欧盟。它是波兰，它仍然是波兰。看上去没什么意思，但里面藏了很多东西。火力军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波兰不会再像之前那样无条件支持乌克兰。纳罗基的任期标志着波兰乌克兰关系的转折点。就立场来看，纳罗基支持乌克兰的主权，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但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在竞选期间，纳罗基就使用反乌克兰论点。当然，竞选是一回事，上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从欧洲的局势来讲，波兰明白帮助乌克兰就是帮助欧洲。只要乌克兰能抵御俄罗斯的进攻，波兰就会处于安全的境地。但是在援乌上，波兰很可能提出一定的条件，就像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态度的转变。除了波兰之外，西班牙也有不一样的看法，波兰将重返坦克制造国俱乐部。在2025年早些时候，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同意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北约要求的 GDP 占比 2%， 但是再多就不行了。在北约峰会上，大多数盟国都同意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 但是西班牙拒绝了这个要求。此举已经引起特朗普的不满。现在西班牙又出手了。西班牙国家报道已经搁置向洛马采购 F-35的重大计划，对于西班牙来说，这是好坏参半。从几年前开始，西班牙海军就计划在2030年退役 AV-8B 摇式战机。从国际市场来看，唯一能取代摇式的就是洛马的 F-35B。另一边，西班牙空军也计划在2035年使用 F-35A 取代超级大黄蜂，所以西班牙很快就与洛马接触。在2023年国防预算中还预留了62.5亿欧元购买 F-35。不过，根据国家报的报道，西班牙政府已经通过一项计划，在2025年增加105亿欧元的国防开支，但要求其中的 85% 都要用在欧洲本土，于是钱不够了，只能放弃从美国购买 F-35。而且是彻底搁置，这导致海空军的战力现代化停滞，并且找不到替代方案。摇式战机退役之后，西班牙海军将进入无固定翼战机时代。胡安·卡洛斯一世号也只能起降直升机。那么接下来西班牙该怎么办？
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接下来西班牙政府打算为空军采购台风或投资6代机项目，也就是英日的暴风与德法的 FCAS。不过就性能来看，台风战机无法隐身，大概无法适应未来战场。西班牙或许会更倾向于6代机，但无论是暴风还是 FCAS 都还没有样机，到底能不能成，什么时候成，谁也不清楚。西班牙海军这边则打算委托本国的纳万迪亚造船厂建造一艘新型航母，使其可以选择阵风 M 这种非垂直起降战机。在东欧方向，波兰坦克工业复兴或将重返坦克制造国俱乐部。目前，波兰从韩国购买180辆 K2 坦克，并进行本土化生产的合同已经签了下来，价值67亿美元，其中包括 K2 标准版以及本土生产的 K2PL。K2 标准版大概会在2026年至2027年交付。在世界坦克制造国中，韩国排名第3，这个速度相当不错。至于在波兰制造的 K2PL， 第一批应该在2028年出现，最后一批坦克则是2030年之前。波兰这小算盘打得不错，这种混合生产的模式不仅能快速填充军备缺口，还能借助技术转让重振本国军工。就性能来看， K2PL 升级了装甲，换装1500马力发动机，还整合了北约标准通信系统，专门针对东欧平原的作战环境。生产 K2PL 的任务交给了波兰国防工业集团 PGZ。不过自2009年以来，波兰的坦克制造业就处于闲置状态。当时马来西亚 PT91 的最后一份合同已经完成，虽然后面也启动了一些新项目，但是都没有成功。想要重新生产坦克，就要更新设备，所以 K2PL 要等到2028年。乌俄双方的武器都有了出口对象，印度来俄罗斯要 S-400美乌无人机合作计划的草案已经敲定。在2018年，印度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以54亿美元采购5套 S-400系统。2021年，俄罗斯开始供应，但只交付了3套。乌俄战争打响之后，俄罗斯也没有足够多的产能去照顾印度。现在，印度忍不住了，跑到莫斯科找俄罗斯要 S-400。不过，火力军觉得印度这是想多了，连升级的 T90 坦克都能被征用，更别说 S-400了。就算是造好了，也不会运往印度，俄罗斯自己都不够用。相比之下，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敲定与美国无人机合作计划的草案，将进一步就合作细节展开商议。泽连斯基先前估计，这项合作规模可能高达100亿美元，这将可能成为双方最具分量的协议之一。美国《纽约邮报》之前报道，乌克兰计划向美国提供无人机技术，以交换美制武器。对于美乌来说，这是一笔双赢。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已经经过实战验证，美国上手就能用。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能助力乌军反击，抵御俄军的进攻。美国这边要拍卖俄罗斯价值3亿美元的游艇，空军的 F-15EX 又开始出问题了，陆军将暗鹰部署在澳大利亚。乌俄战争爆发后，美国与欧洲向俄罗斯展开制裁，名单包括俄罗斯企业以及个人。一名俄罗斯亿万富翁的豪华游艇就被扣了下来，价值超过3亿美元。在武器领域，美军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部署了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美国陆军官方网站报道，在护神军刀2025演习中，美国陆军将暗鹰部署在了澳大利亚北领地，由第3多域特遣部队指挥。此次部署标志着美国武装部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美国这是在告诉外界，在国外也能部署高超音速武器导弹，剑指俄罗斯。美德很早就达成协议，要在德国部署战斧暗鹰。另一边 F-15EX 战机又出毛病了，因燃油问题遭到停飞。在此之前，美国大力采购 F-15EX， 波音也表示 F-15EX 是最符合美国需求的飞机，但零星的问题层出不穷。根据媒体报道， F-15EX 出现了燃油泄漏的问题，飞机燃油会从内部油箱跑出来，通过翼尖附近的特殊接口流出机外。只要是飞机都会偶尔出现这种问题。飞机有油箱通风口，如果油箱过满或压力过大，就可以让燃油排出去，还能让空气进入以保持压力。由于空气压力或温度的变化，当飞机在倒飞或地面飞行快速机动时，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但 F-15EX 的燃油泄漏率却高于预期，导致遭到停飞。根据媒体的报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目前还不清楚。在 F-15EX 中到底有多少架会出现问题？火力军估计波音在技术和质量控制上有一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F-47真的能建好吗？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波兰新总统上台对乌克兰会有什么影响？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